江澄正欲追上，身旁一人猛拉住他：“江宗主不可啊，他能夺人魂魄，他有阴招。”江澄杀脚，瞪视那人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蓝忘机也是一顿，拨琴的手微微落下。2句话的功夫，夷陵老祖已逃到结界边缘。眼看夷陵老祖就要从缺口钻出去，一道金光四溅，当头而下，将他照得严严实实，缠束在地上，动弹不得，乃一上品缚仙网。金星雪浪拨开人群，如踏疾风而来，正是精灵。舅舅，你搞什么啊？差点让魏无羡跑了。精灵见自己的网套住了猎物，半欣喜半得意，急吼吼地往那边冲，要验收成果，却被江澄一把拽回，打了个趔趄。江澄转向方才那人：“你说夺人魂魄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尸体就在那边，我绝对没说谎。”那人忙道：“他这样用手一指，就这样就能夺生魂。”曾经被困的众人立即附和，争相挥着手指演示给他看。江澄打开这些手，沉着脸道：“尸体在哪？”众人分成2岸，为他的视线让出一条路。放眼而去，不远的地上赫然躺着几具横七竖八的躯体。虽说他们现在未死，但若夷陵老祖不归还他们的魂魄，不出几日，这些身躯也会因不吃不喝衰败而亡。可夷陵老祖又怎会归还呢？谁知那些魂魄去了何处？众人嘴上不言，心里都有底。魂魄被夷陵老祖夺走，怕不是祭了鬼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听完来龙去脉后，后置的个人不约而同沉默了，神色迥异，惊恐有之，愤愤有之。聂家宗主聂怀桑为惊恐派的代表，满脸血色，被斗大的汗珠洗得一干二净，一副要吓哭的样子。精灵属于愤愤派，树木抡眉，哼了声。蓝思追注意到蓝忘机脸上也闪过一丝异样，好似湖中投进了一颗石子，月亮的倒影被打散开。江澄除却惊怒，多是难以置信，咬牙道：“好啊，可以啊，魏无羡，你什么时候连这种东西都学会了？”蓝思追想起莫玄羽说的话，沉吟后转身行礼道：“韩光君，先前我们与莫前辈讨论时，莫前辈说这夺魂不是夷陵老祖自己做的，是借外力办到的。”“对，他还提到什么大梵山上的失魂事件。”蓝景怡说着四下张望，要找莫玄羽。那厢缚仙网下的夷陵老祖挣扎了半天，无果，只得狼狈地打了几滚，将半张脸拱出缚仙网，嘴里还在念念有词：“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”江澄冷冰冰地看过去：“什么不可能？”夷陵老祖呆然：“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？这里可是……”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计划是如何败露的。张开结界，包围众人到现在不过短短1个时辰。若说4大家族在1个时辰内破解了其中关键，摸清了山形地貌，他无论如何都不信。莫非有人偷偷传讯？不对，没这迹象，那群人连自己确切的位置都不知道。莫非斗尸时动静太大，笛声传到山外去了？更不可能，普通的声音穿不透那层结界。江澄嗤笑：“怎么回事？你控制的那些东西在周围到处乱跑，生怕我们发现不了。”夷陵老祖一愣，骇道：“我控制的东西？”听上去像是有走尸在这迷阵附近游荡，且数量不小，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否则他们断不能如此轻易地发现迷阵所在。可怎会有许多走尸？先不说召唤时他明确点了自己的鬼将，绝不会将其他走尸错引来。其次，他自问没有那样的能力，使笛声穿透结界，召集庞大的尸群。不是他，那么夷陵老祖忽地瞪大眼睛，猛然回头看向一个地方，那里空空如也，早已不见人影。众人见夷陵老祖的神色像吞进了什么妖魔鬼怪，毛发一根根倒竖起来诱他回去，像一把狂风连遍几个风向。末了，煞地一收，他爆发出一阵长笑，那笑声狰狞而扭曲，更似嚎啕尖叫。众人惊疑不定，互相对视，被夷陵老祖笑得直冒冷汗，脊骨发凉。笑声中，蓝忘机对蓝思追和蓝景怡道：“走吧。”蓝景怡还沉浸在一连串紧张刺激的展开，愣愣地道：“啊，现在？”他记得韩光君是为夷陵老祖来的，刚才甚至为了夷陵老祖和江宗主作对，可现在事情尚未了结，却又要走了。蓝忘机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。
众小辈只好拨开人群，跟上他。走到外围，蓝忘机略停脚步，问：他呢？蓝思追想了想，韩光君是指莫公子吗？环顾四周，没找到那个身影。蓝思追默默摇了摇头。方才情势太过混乱，这时他们才发现莫玄羽不知何时不见了，好像刚才就没有看到他了。蓝思追张望一会儿，用胳膊肘捅了捅蓝景怡。景怡，你有看到他吗？蓝景怡摇头，没有。几人来到莫玄羽拴驴的树下，发现驴也不见了。蓝景怡惊呼：这家伙真的跑了，也不打声招呼。蓝思追向他努了努嘴，示意小声些，偷偷用余光去瞄。韩光君皱着眉头，又是那副思绪万千的样子，他们几乎都要看习惯了。不过现在倒搞不懂，韩光君究竟是介意夷陵老祖，还是介意莫玄羽了。韩光君不发话，众小辈也不敢出声。蓝景怡悻悻闭上了嘴，半晌不到，又忍不住在蓝思追耳边小声说：不过说起来，刚才那招他是怎么做到的？那凶尸怎么突然倒戈了？蓝思追沉吟道：莫公子好像并不简单。蓝景怡惊讶：你是说他很厉害？可是你看他召来的那个，还有他吹的笛子，我从来没听过那么难听的。蓝思追摇了摇头，不再接话。蓝景怡兀自想了想，只觉今天发生了太多事，太多疑惑没有解答。夷陵老祖到底是怎么夺魂的？和大梵山上的失魂事件有什么关系？韩光俊和夷陵老祖是什么关系？韩光俊和莫玄羽又是什么关系？想来想去，越想越乱，越想头越痛。回头悄悄看了韩光君一眼，蓝景怡问出最初的疑惑：韩光俊不是来看夷陵老祖的吗？怎么没看两眼就走了？蓝思追无奈：景怡，刚才你还没看够啊？蓝景怡闷闷道：看够了，看够了，这辈子不想看第二次。虎口脱险，不是差点被夺魂，就是差点被捅成筛子。那些剑芒擦过脖子和划过脸的感觉还深深印在脑子里，换谁经历了这一出都不会好过。现在他们后背还湿淋淋的。蓝思追拍了拍蓝景怡的肩，正要安慰两句，忽然他睁大眼睛，哆嗦着嘴唇，吞了声。蓝景怡纳闷：你怎么了？嘘。蓝思追竖起食指，侧耳聆听一阵，抬头望向不远处的人群，蓝思追悄声道：景怡，你听他们在说什么？局势已然逆转，先前结界中唯一站着的是夷陵老祖，众人匍匐他脚下，如今反了过来。一名家主正正仪容，将衣服上的泥灰拍掉，见夷陵老祖还在笑，忍无可忍：魏无羡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夷陵老祖笑出干咳一样的声音。那家主觉得受了轻视，转身向江城告状：江宗主，魏无羡如此作恶多端，不知悔改，你可千万别轻饶了。等等！江城打断他，他的视线始终锁在魏无羡身上，利如刀锋，像初见时那样将其上下审视三番，少几分狂躁，多几分剖解之意。半晌，江城忽然道：你不是魏无羡。众人静了一霎，异口同声的惊呼：什么？江城手指摩挲着食指上那枚指环，脸阴得吓人。方才他过于急躁，忽略了一些东西。自精灵来后，精灵那条灵犬也一并到场。方才乱作一团，灵犬几度狂吠不止，可眼前这个魏无羡分明对犬吠无动于衷。怕了10几年的东西，怕意都刻在骨子里的，不可能换了具身体就克服了。况且他怎么会有陈情？乱葬岗围剿后，夷陵老祖的东西被百家瓜分，陈情分明在自己手上。魏无羡刚于大梵山重生，如何拿得到远在莲花坞的陈情？由此可见，此人根本不是魏无羡，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冒牌货罢了。众人面似纸白，知江婉莹与魏无羡一同长大，熟其如指掌，却还是难以相信。怎会不是魏无羡呢？灭绝人性，报复百家，精通邪术，纵尸遇鬼，该有的全有了啊！更要紧的，若此人不是魏无羡，岂不是说方才他们像傻子一样被耍得团团转？一人干巴巴道：江宗主，你没弄错吧？他不是魏无羡。江城未答，地上的人终于敛了笑声，投来一眼，慢悠悠道：不错，我不是魏无羡。人群再次一炸。
若今日过节，必能省下大半的烟火钱。有家主气的声音都抖了起来。你是假扮的，连夷陵老祖都敢假扮，你有何居心？